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有人抢到了沙发，我看这是几点的？下午4:34的，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早了啊！然后跑步回来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大家都周末好，都点赞了没？冬天太干燥，我现在是练一天歇一天，这个锻炼身体还是要注意啊，特别是剧烈运动，现在证明好像对长寿并没有什么好处。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些新的故事。本来今天早晨去问我说这个有什么可讲的没，对吧？我还跑去问这个叫做我们的会员朋友啊，因为我经常会去问会员说咱们这周应该讲点什么，结果他们也没给出什么回复来。感觉呢，真的是这个年底了啊，这个11月马上要到头了，快12月了，进入到垃圾时刻了，对吧？现在大家你说香港大火这玩意儿没什么可讲的，美国枪击这也不是我的范畴，那你说讲啥呢？啊，这个确实是让我比较困扰啊。然后本周的会员，我现在也没想明白要讲什么，不行就下周吧，反正上周刚更新了会员节目。对吧？那么我们就准备开始讲今天的内容啊。我看看大家在说什么啊？不指望长寿了，让身材好看些就行了啊。身材这个事儿我已经放弃了，也不是天天练啊，一周跑3天，剩下几天练扁，你不还是在练吗？对啊，先来点赞，感谢。雾霾太严重，我都不跑步了啊！这个雾霾确实对于剧烈运动是有很大伤害的。今晚没空看直播，哎呀，好吧。我们这儿空气还行啊，你应该在海边那边空气应该还可以。好，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中国制造随着电商走遍全球啊，咱们拆解一下奇葩的中国货正在成为自媒体新赛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大家要知道，我呢一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啊，觉得中国人很厉害；另外一边呢，我也不太喜欢讲这个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要稍微的看看老外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好啊，那我们就开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中国制造随着电商走遍全球中国制造随着电商走遍全球。咱们今天呢拆解奇葩中国货正在成为一个新的YouTube 和 TikTok 上的赛道。其实这个赛道原来他们是干嘛？他们原来是拆盲盒的，对吧？有很多这个亚马逊的快递寄出去以后没人要啊，包括 Temu 的快递寄出去以后没人要。还有一些在港口上头没有人要的这种集装箱，他们原来会录节目来拆这些集装箱，看看里头到底有什么啊，拍卖完了拆。现在呢，有一个更赛博朋克、更奇幻的东西，就是在 Temu 上买中国货，然后回来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啊。这个对于老外来说实在是太新奇了。我呢是在抖音上看了一些搬运这些海外博主的内容。才发现哦，原来这帮人现在开始玩这个了啊，实在是太神奇了啊！然后跟大家来解读一下。现在呢，在 Temu，也就是拼多多的海外版，以及 AliExpress，也就是咱们原来讲的速卖通平台上，这个下单购买奇葩中国商品，然后进行拆箱评测。这个甚至是把这些中国商品再拆解改装这个成为了一个新的自媒体赛道。有一些人意外爆火，并且从此走上了 UP 主的新的赛道这个里边讲的是有一位护士应该是在美国吧，她叫艾丽莎。她呢看到广告说 Temu 上有一种$10一台的迷你抓娃娃机感觉很好奇，于是就买了一个，拍成视频放到 TikTok 上面去。然后这一条视频的播放量有300万次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如果是300万次播放到这个 YouTube 上的话，那这就是直接的钱了呀，对吧？那是多少钱呢？应该是
3000乘7啊，应该是21000美金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笔钱了。那么这一位艾丽莎护士呢，从此以后就转型成为了一个专职的博主，不断的发布各种各样新的评测视频，说我今儿又从 Tmall 上买了点什么了，我明儿又买了点什么了啊，拆开了以后啊，这个是真香啊，那个翻车了啊，不停在干这件事了。社交媒体平台上啊，就出现了一个新赛道，不断的有人在 YouTube、TikTok 上面发布那些中国电商平台上的买的商品的拆箱，然后进行评测，有点像在国内的抖音平台上，大家不断的去发布山姆试吃榜啊，抖音上专门有一些账号干这个事儿，每个月呢，山姆会上新品，他们就跑到那儿去买，买完了以后呢，回来去吃，然后做一些评测啊，这些平台啊，这些账号的流量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现在老外也开始走这条路了啊，这个不知道谁抄谁了。那么做这个品类的人呢，主要是走3个方向啊，3个不同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叫日常小物件啊，他们呢经常会有一些很奇特的设计，买回来去试一试。有些呢是真香，比如说前面咱们讲这个$10一个的迷你抓娃娃机啊，那个东西觉得非常非常好玩。当然，大量的肯定是翻车了。从 Tmall 上买这种$1或者$10的东西回来，你翻车是正常的啊，这个不翻车才是这个天降大运啊，这个是一定就是这些做评测的人心里也是有准备的。Tmall 给老外留下的印象呢，就是商品不靠谱，对吧？这个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前几天啊，四川不是有一个大桥垮塌了吗？这个老外在下边的评论就是，修大桥的水泥是不是 Tmall 上买的呀？对吧 ？Tmall 就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呢，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买啊，买完了以后回来骂街啊，这个还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翻车比较多的呢，就是这一类啊，就日常小件，其实翻车是比较多的。这种小商品呢，通常是没有英文说明书的啊，有的有中文说明书，有的可能连中文说明书都没有。很多呢也缺乏正规的包装，甚至呢有的时候叫货不对版，就是我明明号称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回来，结果发现你发回来的东西跟你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而且啊通常都很不耐用啊，大部分的 Tmall 上的这种小商品就是一次性的啊，最多能用个2次。然后就可以扔掉了。但是呢，即使如此，大家也是乐此不疲的在里边去淘啊，这个还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个过程，因为毕竟便宜嘛，对吧？只要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买一大堆的快乐回来，然后挨着个拆，拆完了就有点像刮彩票那感觉，对吧？万一刮着一好玩的呢，啊，就可以折腾半天。就算是不好玩的东西啊，用几次坏掉的东西，也可以拍一条视频啊，就像是咱们讲的。出了问题，先不要慌，对吧？先拍一条视频，发个朋友圈啊，他们也是这么干的，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中国平替商品，啊，比如说呢，啊，他们特别喜欢的一种保温杯啊，叫 Stanley，STANLEY 啊，这种网红保温杯，他们会在 Tmall 上买各种仿品回来，啊，或者是像什么托特包啊这种东西直接买仿款。这个呢，确实是 Tmall 的一个主要领域啊，就是做各种的仿品，或者说叫平替啊，说难听的叫假冒伪劣吧。啊，其实呢，这些商品是假冒，但是并不伪劣。在这一块上呢，他们评测了以后，大部分的结论都是什么呢？品质相近，基本可以接受，但是价格只有原来的。比如说1/2或者是1/5，有些甚至是1/10，对吧？所以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很香，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在国内，比如吃星巴克，不叫吃星巴克，就是咱们喝完星巴克以后，有些人喜欢在星巴克买那小蛋糕吃嘛。但是呢，就有一堆人上来发布说，哎，这个星巴克的小蛋糕是哪个厂的啊？你们直接在那个厂里下平替就可以了，便宜很多，口味一样啊，同一个厂出来的。现在美国人呢也在玩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呢，经济你说好呢也没有那么好啊，他们也是在不断的物价上升啊，这个生活也是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说，哎，
我们有平替了啊，这个生活好的时候咱们可以讲一下品牌啊，生活不好的时候，这个平替也是真香的嘛啊，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真香的多一些。第三部分是什么呢？第三部分叫不应该存在的中国商品啊，他们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这块呢主要是一些很奇葩的玩具啊，一些汽车博主、户外博主、极限运动博主、专业评测博主，他们会在这一块发力。有一个网红的频道就专门起了个名字叫我在 Tmall 上买到的最奇怪科技产品啊，他们呢会去买一些比较大的这种部件啊，经历漫长的等待，然后进行专业评测，甚至还有很多人会在中国商品的基础上进行改装。他们有些啊叫只有中国才有啊，就这样的一种频道名字。这个里边的这些新奇商品的内容，算是创作的一个天然话题吧。很多的视频都有100万以上的播放啊，这个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因为现在是第4季度啊，这个我刚才看了我的视频，每播放1000次是可以挣到7美金的，当然到1季度就剩5美金了。这个是每年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律去波动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你想100万次播放就可以挣到7000美金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吧，或者还是很值钱的一个事情。他们会专门找到这样的商品来去录视频。那么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商品被老外认为是不应该存在的呢？对吧？这个也是我比较好奇啊，也是我看到的一些被搬运回抖音上面的视频里头介绍的东西都是他们认为不应该存在的中国商品。比如说一些任意变形的 LED 灯啊，奇特造型的家居装修家居装饰啊，对吧？这些东西呢，他们认为是不应该存在的。其实更主要的呢是极限运动和户外运动用品。比如说吧，这个海外呢这种东西并不是没有但是通常很贵。而且为什么很贵呢？因为这种极限运动嘛，你出了问题以后有可能会承担责任的，所以他们一般会把这个产品做得很结实而且经历很多的评测。但是中国就会把这个东西做得极其便宜，对吧？中国的商品经常只有1/3甚至1/10的价格。有些人呢在 Tmall 有一个人呢在 Tmall 上花了1700美金买了2台越野摩托车这个这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属于捡大漏了但是发现700美金那一台呢，就是个儿童款大人完全没法玩，直接翻车了。而1000美金那一辆呢，基本上可以达到美国同类产品的这种质量。但是你说2台加一块的价格，也不够美国同类产品的1半的价格所以他们觉得这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录了一个视频也是有上百万的播放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拿到这样的产品以后他们也没惦记再有什么售后服务，所以上来就开拆开改建开改造这个还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新的乐趣的。就是美国人在这点上，他们的这种动手能力还是要比中国人强的他们有车库，对吧？有各种工具，他们买到中国这种很便宜的这种户外用品或者极限运动用品，他们就会自己进去改造去。甚至中国还有很多那种改造的零部件，比如举一个例子吧，摩托车。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想去买摩托车去看这个杜卡迪。杜卡迪肯定不是中国造的杜卡迪应该是意大利品牌，很多是在泰国生产的，对吧？但是中国人造什么呢？就是杜卡迪的全套的外包围的这个板就是各种的外壳都造。为什么造这东西呢？他们买到新的杜卡迪回来以后，比如大魔鬼这种车，他们会把所有的外壳拆掉，然后换上国产的这个件把它都装上。这样呢，你开出去以后磕磕碰碰的，等你要再卖车的时候呢，你可以再把原厂的再装回去，说你看原版原漆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就中国人造很多这种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在美国评测有上百万播放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种叫喷水冲浪板它是也算是一种电动的这种冲浪设备吧这个他们去评测了以后发现比美国原产的这个呢续航稍微短一点，但是呢很便宜这个实在是非常棒。
体验也非常非常好。他们还去体验像什么遥控的割草机器人这块也有人试啊，这个播放量也非常非常巨大。当然还有一些呢，就非常非常的赛博朋克了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机器人和机器狗这个割草的呢，也算是稍微有点赛博朋克吧。但是中国的这些机器人、机器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新奇的，而且很便宜嘛，对吧？你想那个语数的这机器人99999，对吧？那他买过去也就是万把美金的样子，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在那儿蹦来蹦去的。前2天甲亢哥还买了一个机器狗拿回去玩耍，还喷火，把他吓了一跳。对吧？这种大网红都在蹭这块流量了，甚至我见到有人去买了一个带球形外壳的那种载人潜水器，对吧？它可以在湖里边去做拍摄，在湖里边去做各种的物品打捞因为那个潜水器前头还有机械手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很多人说，哎呀，这玩意儿行吗？这个下去万一沉了怎么办结果他们至少我看到视频了说明他们还都活着呢。各种的电动载具这个也是他们很喜欢的实际上就是咱们国内的老头乐老头乐后来在国内禁止了以后呢，这些老头乐的厂商也就把老头乐的这个生产线稍微改吧做各种趣味性的电动载具这个也是老外非常喜欢去拆箱评测的一种东西包括那个三蹦子现在他们使的三蹦子好像都是电不是以前咱们用的那种柴油机或者汽油机的。很多的通讯设备这个咱们后边再去单独讲。这个老头乐也好，后边通讯设备也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品类。那么这些网红从这种试用视频里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首先流量就是钱1000次播放就有7美金这个是实打实的收入。而且呢，你录制这样的节目，它的成本还低，对吧？你说我如果在美国买一个美国品牌的同类商品，你一下花了好几倍的钱然后呢，你还不能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了以后，你说这东西不怎么样，你还有可能有人告你，对吧？那么你在中国买这个东西做的很便宜而且很有话题，甭管这东西最后我证明它好使还是不好使，都很有话题所以这一块对于这些网红来说就已经是赚到了。当这样的视频有流量的时候，即使没人付钱，也会有人拍包括各种暴力评测、无厘头评测、抽象评测，也是有人看的有些人拆的时候就是很暴力的开箱然后这各种的说明书扔的满天飞，这个也有人喜欢看这个就属于是细分赛道了。在这一块呢 ，Timo 还愿意付钱，对吧？你只要是说 Timo 好，我在 Timo 上买了东西了。Timo 都愿意付钱，甚至愿意帮你去推广Timo 呢就雇网红说他们的东西比深印便宜，质量好，品类还更齐全。深印为这事还跟 Timo 打官司呢，说你不能这样这个有点过分了这个怎么说呢？谁更便宜很难衡量，因为我们看着长得差不多的商品呢，其实差异很大，对吧？这个大家能够理解。至于品质这种东西呢，其实主要看人品你人品好就能买着还能用的东西，你要人品不好的话，就啥也没有，对吧？至于品类呢 ，Timo 确实要比深印齐全很多很多人讲说 Timo 这个东西，就是深印和 AliExpress 的一个结合体。AliExpress 其实没有那么好用因为它主要是 To B 的就是 C 端用户直接去使用 AliExpress， 不是那么顺畅。而且很多 AliExpress 上的商品呢，也没有经过认真的本地化，比如文档或者什么这种介绍本地化做的也不是很好所以虽然 AliExpress 上的货物很全，但是呢大家还是更喜欢使用深印或者是 Timo 这样的专门为客户服务的这种软件或者平台去购物而不是使用 AliExpress 这种 To B 的平台去做购物。但是呢，这个深印呢，其实上的服装多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比较少了。而 Timo 的话，后边是拼多多对吧？拼多多本来就啥都卖很多淘宝都不卖的东西它都敢卖这个，所以它的品类确实是要更齐全一些。而且呢，一些商品的厂家也是有广告投放的，
比如说前面咱们讲过这个$10的迷你抓娃娃机啊，就是这个艾丽莎护士在 Facebook 上看到了广告购买的啊，它不是说我在 Tmall 里看到的，它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网红评测的这个带货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很多厂商啊发现，哎，有网红做评测了，他们也愿意给钱，说来你帮我评测一个，说我2句好话啊，恰点饭，对吧？我们也愿意给你寄各种的试用品啊，再给你一些钱啊，这块呢对于他们的销售还是很有帮助的。很多被评测的商品呢都会迅速脱销啊，直接就不见了。TikTok 爆款成为了一种病毒式营销的裂变啊，就是谁成为 TikTok 爆款，马上这个商品就售罄了。当然了，不用担心了，中国人这个模仿能力啊、仿制能力是很强的。你今天售罄了以后，很快就有大量同类的商品去上架，大家依然是可以买到的。比如说吧，有人去评测了一个叫手持挂烫机的东西啊，这个咱们在国内商场里经常能看到啊，就是把衣服挂那儿。实际上呢，它是通过一个蒸汽熨斗式的东西啊，把这个衣服就可以直接熨平，对吧？这个咱们其实很多人家里头是没有这个烫衣板的，它不像西方似的，西方国家因为男生是要穿西装穿衬衫的嘛，所以你必须是要有烫衣板，对吧？这个女生要嫁人做主妇的话，你必须要学会怎么给人烫衣服。但是中国没有这东西啊，所以咱们有时候就是使用这种挂起来的烫衣服机器啊，这个东西给他们评测了以后 ，Tmall 上马上就没有了啊，这个很多人就跑去亚马逊上去购买啊。亚马逊通常会比 Tmall 贵一点，但是呢，亚马逊在欧美地区的物流要比 Tmall 靠谱，也要快一些，所以很多人说我那很贵一点啊，我也要马上用到。同类商品直接就大卖了啊，这个很多人也是难以想象，在国内臭大街的商品啊，在他们那儿一评测，马上就卖掉了。那么中国的工厂里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呢？对吧？是不是厉害了我的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意那么好啊？这个创造力那么强？其实呢，我觉得跟创意有关系啊，但是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咱们呢，第一个是全产业链啊，这个是咱们现在天天吹牛的东西。我们从野矿从开采矿物到这个提炼啊，再到各种的工业零部件的生产，最后到组装啊，这个咱们是完全的全产业链都有。除了一些特别高精尖的品类啊，比如说这个高端制成的芯片呀，或者是一些这种特种钢材呀这种东西之外，咱们这儿全都能生产。品质呢可能没有欧美的好，但是基本上都能用，而且极便宜。欧美买的很多这种很贵的商品啊，其实也是中国生产的啊。这个平替的产品大概率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做下来的。那为什么他们那很贵呢？一方面是它设计有费用啊，你比如苹果、加利福尼亚设计是中国生产，对吧？它设计的费用很贵。第二个呢，就是它有很严格的规范，对吧？你需要做各种测试啊，这些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啊。在咱这儿的话，只有最后的生产成本，其他都没有。欧美呢，其实很多的众筹创意类的商品，大概率也都是在中国生产的，特别是在华强北生产，他们负责创意啊，中国的工厂负责实现。中国自己呢还有巨大的市场啊，也可以对很多的商品进行验证与迭代。中国市场的规则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啊，就是你生产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东西出来，不会罚你个倾家荡产啊。所以咱们这儿各种的好的和不好的商品都可以去验证一下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对于产品的迭代过程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包容啊。中间有几代产品做的不太好没关系，你只要接着愿意做，还有人愿意试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工厂里边的这些技术工人呢，也会每天盯着各种各样的创意众包网站，对吧？以及各种的销量排行榜，对吧？发现有机会就快速的进行仿制啊，这个是咱们现在的一个标准玩法。所以在民用领域里头呢，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中国人造不出来的。如果真的有什么大家想到了中国人还没造出来的东西呢，请详细的把想法再描述一下，然后给钱啊，我们还是能造出来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西方人
很多的创意是他们做的啊，咱们只是负责把它造出来而已。好多在西方创业的这些年轻人，只要跟硬件相关的，最后他们都会跑到深圳、跑到华强北去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你说，既然创意是他们的，西方人为什么会对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感到好奇呢？对吧？很多东西本身是西方人设计的，他们反而觉得很新奇。原因其实很简单啊，海外的日用品同质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记得我在特别早的时候啊，有一个应该算是我的一个表哥吧，从加拿大回来，那当时我应该还没有上大学，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加拿大到底怎么样？他就跟我讲说那个地方啊，所有的城市都长得差不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啊，其实每个城市里头都有一个宜家家居，都有什么样的超市都一样的全是连锁品牌，里头卖的东西也都差不多，所以每家每户里头摆的各种的家居用品呢，基本上都差不多。我在你家看到的东西，可能在他家也能看到。最后一看，都是宜家买回来的啊，他们是这样的一种风格。而且呢，这些西方国家呢，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和检测流程，再加上批量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经过长期竞争之后那些小的品类很难生存下来，那么导致呢，同质化就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很多欧美人的创意都停留在车库里边他们也会做一点东西，但做完了以后自己家用用就完了。你想说我把它卖出去这事儿对于他们是成本的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想要让一个创意走出车库进入市场，对于欧美人来说，成本太高，周期太长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问题。德国人呢提出了工业 4.0 方案，所谓工业 4.0 就是我造一个你得给我造不要上来就是造一大批，最后呢在德国没实现，被中国人给实现了咱们现在完完全全工业 4.0， 你说我现在到生产工厂里头我要造这个10件 T 恤，甚至我说我要造1件 T 恤给我印上什么花，人家也给你做的过程还不亏钱这个是中国人现在比较强的地方。很多产品呢，光有思路和原型是不行的就是像这个老外经常在车库里鼓捣一个东西或者做一个创意，他有思路了，有原型了他没有办法进行市场验证和迭代升级这个是没法整的因为他们的准入门槛非常非常高因为你一旦是，比如我把一个不成熟的商品扔到市场上去以后遇到了一些人员伤亡或者是一些财产损失他可能直接就倾家荡产了。对吧？所以他们不敢干这个活，但是在咱这儿呢，有市场还有一堆不怕死的人，那就可以进行快速的市场验证和迭代升级这个是咱们另外一个有趣的优势吧。所以实际上是什么？中国人将全世界的创意有些是他们的，有些是咱们的，都拿过来试了试成本本身也不高，速度还飞快，在宽松的法律法规下，特别是在拼多多这样的妖孽平台下。进行测试和迭代，对吧？你说我做了一个东西做的不太好然后呢，这个品质也不是很高，不是很耐用，拼多多可以仅退款对吧？大不了说我不给你钱不就完了吗？这个大家就直接在这样的一个简单粗暴的模式下，就去进行测试和迭代了。那么于是由全世界设计与创意，由中国人生产与迭代，并由中国人测试的商品。就这么摆在了西方人的面前他们就觉得中国人原来还有这个中国人原来还有那个，对吧？再经过西方自媒体博主的演绎，中国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赛博朋克的地方他们很难想象中国人还可以造出这个，中国人还可以造出那个他们觉得很开心甚至呢有些人说中国人造这东西不怎么样我觉得我又胜利了，下次说这玩意儿真香这个我又淘着了他们反正是成也开心败也开心的一个心态去做各种评测咱们前呢还讲到有一些很赛博朋克的东西，咱们没有具体讲细节特别是一些通讯设备，后边我们就要去讲这些赛博朋克的东西用到哪儿去了。这些赛博朋克的东西大量是用到了俄乌战场上这个里边比如说吧，第一个东西叫水下无人机和消费级的潜航器。刚才咱们讲前面有一个球形壳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叫消费级潜航器，用途呢就是在公园里头，大家可以开着它去做水下摄影的，是吧？本来就是做拍摄用的现在，俄乌双方都开始用这样的设备去进行水下排雷做水雷排除。
价格也不贵啊，最便宜大概2000多块啊，贵一点的1万多块就可以把人塞进去了啊，因为大部分是电动的啊，也很安静啊，这个维护成本也不高。这些设备经过改造之后，还可以完成很多的战地任务啊，因为这些设备，特别是有人的这种潜航器里头，它是有机械臂的啊，挂上这些机械臂以后，你就可以进行水下探险的，他们比如说下去以后啊，做一些水下的水雷排除啊，或者是一些布雷啊，一些战斗任务就可以去干活去了啊。现在俄乌双方呢，在第聂伯河里头啊，都在用类似这样的设备啊去进行军事应用啊。第二个啊，这个被用在军事用途的东西是刚才咱们讲这个自动割草机器人啊，这个东西你说难道俄乌战场上还需要割草吗？不用啊，他们把这个东西变成地面无人车了啊，把割草的这个盘啊刀盘拆了，就变成了一个地面无人车啊，可以进行地面排查，因为这玩意儿有摄像头啊。这个军用的同类设备的话，大概要几十万美金一辆，但是呢，咱们这儿这个割草机2000到3000美金就可以搞定了，而且那东西挺大的啊，还可以拖着东西满街跑。一些中国的割草机，割草的部分是汽油机的啊，而车辆行驶的部分是电动的，而且这些割草机有的是轮式的，还有一些是履带的，还可以越野啊，非常安静。这些设备呢有这种AI 功能在里头，可以进行自动巡查，甚至还可以进行遥控的物资输送。啊，这个东西并不能啊送太多的东西上前线啊，因为满天都是无人机，卡车如果上去的话，可能直接就当靶子了。但是啊，有一些这种战壕啊，或者是一些街垒，它很分散，那最后就用这种设备啊，拖着几十公斤的补给啊，满街跑啊，跑最后的500米啊，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还有呢，就是这些设备可以作为诱饵和扫雷啊，就是我这个车开过去以后啊，有地雷就直接炸掉了啊。如果没有的话啊，那人就可以在后边跟着往前走了啊。否则的话，这个路线是很危险的，对吧？这种设备呢，去扫雷啊，价格也很便宜，他们觉得还是很划算的。再往后是无人机产业链上啊，无人机产业链本来90%的配件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啊，这个飞控系统啊，在欧洲买的话，大概是需要接近上百欧元了吧，或者70、80欧元啊。但是你在中国买的话，可能只需要1/4的价格就可以搞定了啊。包括芯片啊，你如果使用意法半导体的芯片就很贵啊，你们如果使用中国的芯片就会便宜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俄乌双方都在普遍使用中国的飞控系统和芯片。然后摄像头啊，这个也都是在中国购买的，锂电池更是买中国的，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绝对是中国的最便宜。对吧？包括上面的电机，还有其他的这些耗材啊，也是大量从中国购买3D 打印机和3D 打印机耗材进行现场的制作和拼装。啊，这是无人机这一块。然后还有呢，就是手持电子战设备。啊，还记得咱们前头讲这个通讯设备吗？这东西在这儿啊，30美金买的一个叫全声对讲机啊，这个全声这俩字呢，它是音译，所以我也不知道它中文是哪俩字儿。这个在俄乌战场上成为了绝对的神话。这玩意儿能干嘛呢？经过破解刷固件，可以变成频谱扫描设备，可以帮助士兵寻找周围的无人机遥控器信号啊。如果有无人机过来，这个东西就会直接发现啊，或者有人啊举着遥控器在旁边去作业，它也可以直接发现，甚至可以确认自己是不是被无线电干扰压制了啊，都可以拿这样的一个30美金的对讲机改吧就可以干活了，号称是穷人版的电子战终端啊，你这东西要买军用的贵去了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像什么 NFC 啊、RFID 的这种读写卡器啊，这个在战场上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对吧？现在这种设备已经被炒到缺货了。还有就是手拉手的这种文字通讯组网设备啊，因为在这个前线呢，很多的时候大家是拿不到这些基站，就是大家是没有基站的啊。就是你说我拿个手机上前线，你是没有办法有基站的，对吧？那么他们怎么办呢？在中国买开发板，买完了以后，每个人身上挂一个上去，这些设备就可以手拉手的去组网了
但是这种网络呢本身的质量很差，你想在里头打电话是不行的，但是你在里头发短信是可以发的这个在当年这个香港那边去做战中的时候，他们就用类似这种设备，从内部把这个信息传出来这个在咱们这儿早就有了。这是手持电子战设备，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手机红外成像配件中国的很多手机背面的这个摄像头里头，实际上是有一颗摄像头是可以做红外成像的它的成本的话，大概也就是200-300美金的样子那么到俄乌前线了，这帮人就把这个手机拆下来然后把这个红外成像的这个摄像头拆下来以后，跟树莓派之类的开发板组合在一起，就有了热成像设备了，对吧？然后把这种东西放在这个 FPV 的无人机上，就可以进行热成像的这种侦察了，对吧？你要买军用的几千上万美金一个，你用这个从手机上拆下来的配件，甚至你都不用拆，你直接在中国华强北的工厂订购就可以了，对吧？200美金你可以订购回来成批的这种这个红外成像的这种设备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还是很香的。剩下的就是各种载具这个俄乌双方呢其实都很喜欢用咱们的电动自行车这个2轮电动车吧，或者用这样的说法会比较大家觉得适应一些这种设备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安静，因为它没有发动机嘛，就是一个电动机，而且很便宜还很轻便，你可以抱着走或者扛着走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俄乌双方的士兵都非常非常喜欢。还有一种设备叫山东猫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俄乌战场上经过验证以后，在国内开始列装的一种设备咱们国内呢本来是做了一种叫山猫的8轮越野载具这种设备呢相对还是比较笨重的，因为毕竟有8个轮子嘛。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越野性能不需要那么强有4个轮子足够了有一个山东的厂就造了一个简化版的山猫，所以这个东西叫山东猫经过这个俄乌战场验证以后呢，现在已经在长春航展上正式站台了已经开始列装了。但是列装上去的到底是不是山东这个厂产的不一定因为中国很多看着很像的东西未必是什么地方产的。还有一种很奇葩的载具是什么？电动独轮车实际上就是独轮的平衡车这种设备呢在国内是有一个很小众的群体喜欢玩耍。我玩平衡车还可以但是我玩是要玩双轮的，单轮的我是玩不了的有些人很喜欢这东西。这种设备进行暴力修改以后，可以跑到每小时70-80公里非常非常快，很安静，很高速，而且可以进行轻微的越野甚至呢这个还很轻便大家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拎着走，也不怕热成像仪，因为里头没有发动机，对吧？没有柴油机，没有汽油机它也不怕热成像仪。就是很多的在俄乌前线的这种特种部队他们会喜欢踩这么个风火轮满街溜达这个还是非常神奇的一种设备吧。而且这个设备呢因为它单轮的嘛，它的运动轨迹比较多变即使是有无人机，你还未必追得上它它做拐弯做规避什么的还是可以很好的躲避无人机的。那么最后一种在这个俄乌前线上被广泛使用的中国商品是什么呢？户外电源或者咱们叫超级充电宝，就是一个这种大的电池里头大概有1度电或者是2度电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在俄乌前线很普遍的被使用。原因大家也能够想象得到了，这种本来就是户外神器嘛，现在你配上一个 Starlink 这样的设备，就完完全全可以去做战场生存利器了而且这种设备上去以后还可以干一个它老本行什么呀？给无人机充电，对吧？俄乌战场前头这么多无人机满天飞这个电池也是需要充电的，那你干脆就带一个这样的大号充电宝上去，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现在有人在讲说，俄乌冲突就是珠三角跟长三角之间的较量他们两边在打得很开心，很多的订单都带着这种这个改造的需求你改一改，我们再去制造这个因为他们也是进行试用、进行意见的这种评测或者说进行这个不断的改造和迭代更新嘛，这个块
我们生产的东西已经越来越适应战地环境了。那么也许过一段时间呢，美欧这些自媒体博主们就可以开一个新的赛道和主题了啊，就是测试 Tmall 上可以买到的俄乌战场神器啊，这个我觉得他们还可以再去拓展一下业务。其实呢，现在很多在俄乌战场上测试过的产品，已经开始被一些末日生存狂采购囤货了因为这些人想末日生存嘛，对吧？我们就要采购一些稍微便宜一些然后也经过验证的这种零部件回来。中国也没办法，因为你没法区分军用电机跟高端吸尘器电机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都是这种无刷电机，对吧？所以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向俄罗斯跟乌克兰卖这些东西还是卖得很开心的。总结一下吧，中国的民用工业体系已经被申印和 Tmall 改造成了工业 4.0， 只要有人下单，一个咱也做，还不亏钱这个是咱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优势，熟练的工人，全产业链，再加上检测和合规的成本本身不高，我们的速度和成本都是西方难以想象的他们并不是说做的贵是因为他们工人贵而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各种检测和合规的成本很高所以这块他们做的很贵我们就可以各种萝卜急了不起泥就可以上了。欧美的创新者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离开车库去这个商场里去卖这些东西，他就必须要去华强北。所以我们现在在用全世界的创意生产这些商品，那么这些产品会在中国市场得到验证，最终行销全球。有一些网红现在发现了流量密码，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其实是很难停下来的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最终的结论，大家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全球化，不断的在往前推进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人也不多，看看大家都在提什么问题。这里好久没听直播了这是在加拿大的一直要去公司上班，7点出发好吧，你这个努力干活。Gemini 3什么时候讲的深刻一点？这个东西你没法深刻一点，对吧？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公开的东西出来，所以只能是讲各种的使用体验。而它的使用体验呢，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内容大量的是由 Gemini 3和 GPT 5.1准备的。黑色星期五不睡觉听老范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大家赶快去抢货赶快去买东西拆没人要的集装箱这事儿有点不太好理解，货可能无人认领，集装箱一般都是航运公司的，拆箱是提货之后空箱会进行流转，简单可以理解成空车回程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有很多货物送到港口以后呢是没有人认领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集装箱都没有人认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些港口管理公司会把这种无人认领的集装箱进行拍卖，对吧？那么也会告诉大家说，货单上写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有哪些信息，有点像赌石似的。然后呢，拍到了以后就把这个集装箱的锁剪开了，然后拆开进去看这个还是很好玩的。有人，你也好有没有做机器人的这个机器人怎么会上这儿做来呢？可能有人卖这东西吧。我在欧洲做机器人的贸易那你就直接买宇树科技的机器人不就完了吗？手持挂烫机是那东西。来帝都几天嘴巴都干裂了我的嘴巴也是干裂的待会儿去找一个那个什么去，找一个润唇膏去。
你在欧洲啊，这个欧洲，关键看你买机器人要干嘛。你如果是说买这种工厂用机器人呢，你可能还是要到国内来去定啊。如果你说我就是去买这种，进行表演用的啊，能够翻跟头的这种，现在应该在 Tmall 上就能买到。OEM 是的，点赞点赞啊，欢迎。欧洲也差不多，对，欧洲也有很多人在做类似这样的评测。同质化很严重，因为它关键是起步的成本太高，就是他们想做出一个产品正式上市销售的这个成本和周期实在是太高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把很多创意实现出来。但是中国的厂商说，哎，咱们实现出来啊，搞吧。又赶上直播了啊，老范再不来上海，我又马来西亚见了啊，又回马来西亚了。这个，哎呀，我现在在跟老婆申请，但是老婆没同意啊。这个我本来想开车溜过去的。准入门槛很高，是这样的。我这2天啊，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一个 AI 机器人可以专门用来洗民调问题，洗民调问卷。现在的检测手段根本发现不了是真人呢，还是故意来洗民调的机器人啊？这个事儿是肯定的，是内容生成嘛？这个相对来说上机器人上 AI 都有点浪费啊，直接上一些其他程序就可以了。X 上怼傅盛啥感觉？哎，这种人天天在这胡说八道，你说我又不是他的员工，怼他干嘛？怼他这个事儿又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感觉吗？说开心了啊，说的好的我就点个赞啊，说的不对的胡说八道的我就怼他，这事儿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还看到一个新闻说，风投公司 A16Z 合伙人啊，近期向经济学人揭露了他们调研的 AI 创新啊，高达80%的美国公司正在使用中国开发的开源模型。对呀，美国模型都是闭源的呀，你没有中国开源模型，它就没得使啊。原来东大还有个叫老范的人啊，这个什么意思？神奇。这个10多年前就有了，这是讲的什么？来了点赞啊，欢迎。合规成本低，对东大人民没什么好处。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我也经常买东西翻车，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我特别喜欢在拼多多上买东西。那翻车了就扔了呗，对吧？它呢虽然合规成本低，但是也不会特别过分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买回来东西以后，发现吃的东西啊，这个实在是配料表没法看了，我就直接扔了，我也不吃，对吧？然后呢，买的一些这种特别重要的东西呢，我可能还是会去买品牌货，但是这种不重要的小东西啊，我就特别喜欢去买这种平替商品。而且现在呢，抖音和 TikTok 上面卖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品牌的，对吧？他就宣传说我这东西特别好，讲了半天，讲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牌子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消费降级啊，消费降级全世界都在干，不光是中国在干。今天是黑五啊，剁手没？我有什么可剁的呢？黑五在中国也没有，卖给俄罗斯只能啊以物易物了。这个俄罗斯你就要他们石油啊，要他这些东西呗，那你咋办呢？你拿卢布回来你也没法整啊，对吧？他手里也没什么美金了，所以也只能这样了。乌克兰那边买的是真金白银啊，都拿美金付款啊，还有很多呢是在匈牙利啊或者是波兰买完了以后再转口到乌克兰去的，对吧？他们反正也赚这个转口费用，所以两边实际上都在拿中国货打来打去的，挺开心的他们。啊，你是卖机器人的啊，那就行了，卖机器人你就自己有什么机器人就卖就好了呗。Nano Banana Pro 还是有些失望啊，不能生成2K 以上的图片。我目前最基础的需求还是把存的低分辨率老图片提高啊。那你用极梦就好了，极梦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个什么时候讲讲华与华也吃个瓜？这个还要等这个罗永浩啊，罗永浩不说话，这个其他人没法吃这种瓜呀，对吧？这个等着上面这个老大发声音呢。华与华其实他做的很多案例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还是有价值的啊，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啊。但是那谁让他怼了老罗呢？那等着老罗怼他呗。就是想在欧洲做工业机器人 to B 的生意啊，这块现在进博这个各种的那个广交会啊、博览会上一大堆这样的机器人啊，就是广州、深圳那边生产很多这种东西，像什么格力啊，什么都生产这东西，效果好极了。中国那么多的无人工厂都是靠这东西上去的。最近是很多美国厂商啊买了这种工业机器人以后，再把工厂从越南搬回美国去。就是搬回去以后依然是无人工厂，对吧？这个我们也不雇佣美国工人，跟工会折腾不起。欧洲的合规合法成本太高了，不过可以在中国 OEM，然后从埃及、意大利进入欧盟地区，这种呢，我觉得他们单独买那么一两个还是问题不太大的啊，等这种就是量大了以后再去想办法合规就可以，量少了他们就自己玩就行了。你就在乌克兰边境啊，在波兰，好吧？啊，这个地方我还没去过啊，我是蛮想去波兰看一看的。这些电子驱动的设备如果没有改装的话，电磁检测还是不难的。但是你电磁检测就是需要靠前面这个频谱仪嘛，$30的频谱仪嘛。富生我都屏蔽了啊，莫名其妙一堆人关注他啊，这个其实也没莫名其妙，他关注的人很少，量起不来的。发的就是他发的东西很多都是，就是完完全全的臆想啊，就是脑子都是糊涂的一堆东西就发出来了。刚才三亚回来啊，都是俄罗斯人啊，三亚有很多俄罗斯人吗？这倒是想不到啊。东大互联网的江湖上，富盛基本已经查无此人了吧？倒也不至于，也还算是一个纽交所上市公司的 CEO 嘛，对吧？再怎么着还算是手里有钱啊，这个还有一群人愿意围着他拍马屁，所以他自己肯定还是活得蛮开心的。欧洲是通胀好多年了，我这儿好几家出口欧洲不锈钢厨具的工厂都倒闭了，啊，什么意思？订单几乎消失，他们以往1个月就换锅的啊，现在一口锅用很久，啊，这个倒没想到，还有这故事呢。好奇退货率上来说，男的基本上不退货的，他们外国也一样吗？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都没有讲到女装，对吧？咱们今天讲的东西都是这个，赛博朋克，都是工业克苏鲁，全是讲的这些东西，这个跟退货是没有关系。特别你比如说像到俄乌前线上把东西炸了，你想退，这不是开玩笑吗？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退货率可能比较高的还是深印上，就是卖女装的退货率会高一些。但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前啊，我是问过他们做俄罗斯电商的人啊，俄罗斯电商退货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物流非常慢啊。你比如买鞋吧，你会把这个大小号的鞋都买一双啊，然后呢穿合适了啊，其他的鞋退掉。他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购物的，因为他们的物流实在太忙啊，否则的话电商根本就在那儿没法赚。机械臂 AVG 广州、深圳、苏州多啊，人形机器人好像是杭州热闹啊，人形机器人北京、杭州都挺多的，上海也有。来波兰可以找你，好吧？这个波兰是说波兰语是吧？好饭啊，最近用 ChatGPT 写了一堆 Python 代码脚本，爬机构网站数据，发现太好用了啊！这个确实是，确实写爬虫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嗯，
我现在爬虫都是用那个叫什么 Fire Crew 啊，就是一个已经做好的这种爬虫工具，然后用 Docker 直接把它部署在。我现在是在日本买了一个 Oracle，不是买了吧，就是免费开了一台 Oracle 云的服务器，然后把它部署在那上头啊，需要什么的话，直接把网址扔进去，它就开爬，效果好极了。爬公家机构网站数据要注意法律风险啊，这个是的。因为爬网站啊，你要万一把人网站弄崩了，因为好多公家的网站，这个抗爬的能力是很差的。你给人网站弄崩了的话，算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中国还是有一些人因为这事被判过的。这2天啊，给我碰到一个 Gemini 3的 bug 啊，拿上古卷轴5的错误日志问他啊，发到10几份日志以后会出现连文本都识别不了的问题，就是告诉我某个字段表示什么意思啊，这块我觉得可能还是你用的方法有问题。呀，塔主跑来了，最近想换一辆车啊，不知道为什么想换个斯巴鲁，但是老爹硬跟我推销本田，这个要是有更多钱就好了啊，自己想买 BBA， 你还是买个特斯拉吧，啊，买个 Model Y 算了，或者是 Model YL， 啊，那玩意儿多好啊！你在美国还可以玩 Cybertruck 啊，这个国内还玩不了呢。听当地司机说，俄乌战争之后，毛子会多起来啊，这个就不了解了。我是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知道有很多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当地去买房啊，印尼，对，印尼和马来西亚，巴厘岛上好多俄罗斯人跟乌克兰的人买房。女装退货率一直都很高啊，全球几乎都一样。我记得几大百货每年的女装退货问题亏损都很严重啊，那是他们的问题。咱们现在面对女装退货，采用的方式是巨大的标牌啊，然后上头写着标牌剪了就不退，然后那个标牌有 A4 纸那么大啊，在这个女装上搁一堆标牌，这样呢你试穿啊没问题，你但凡敢把它穿出去啊，这个就要社死。你要把标牌剪了就别退了啊！咱们现在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用魔法打败魔法。波兰当然说波兰语啊，但是英语也很普及，年轻人基本都会。哎呀，但是我既不会说波兰语，英语也很烂，哈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俄罗斯人以往过冬啊，都往东南亚跑，这个其实挺好的。很多俄罗斯人是逃避战争，哎呀，谁也不想打仗。感觉用大模型写代码比写字靠谱。对啊，代码是可以进行编译的呀，是可以进行语法检查和这个测试的呀。你文字这个东西写对了写错了，你没标准，代码有啊。这个大模型最擅长干的就是这种有标准的事儿。爬公家网站崩不崩都危险啊，也出过很多次文件说要严打，所以找招投标的很多人人肉盯着啊，一些发布招标信息的网站啊都有公家背景。这个事儿其实还好了，就是你爬的时候呢分散一些，然后慢一些就可以了啊，其实还可以。美的特斯拉不在加州没啥优势吧？那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对于美的来说，以前有个美国人分享学中文经验，为了不让中国人说他，为了不让中国人跟他硬说英文，他每次都说自己是波兰人啊，不会说英语，中国人就只能跟他说中文了。结果有一天，他在北京碰到了一个真会说波兰语的。这北京老哥经常在华沙啊，这北京老哥曾经在华沙住过很久，然后回北京啊，结果这美国人瞬间石化。那好吧，你这个故事怎么让我想起那个有一个电影叫波斯语什么波斯语翻译，对吧？一个犹太人进了纳粹集中营，号称自己会说波斯语，然后就以此活下来，但是他不会嘛，然后
帮着这个德军去翻译波斯语的小说，然后在那儿瞎编，让我想起这故事来了。东南亚旅游城市的海滩啊，特别多俄罗斯美女和大妈，挺美好的啊。这个我是见过大妈，没怎么见到美女。我可以给你当翻译啊，好啊，这个有机会去玩啊。写代码比写网文好用啊，是这样的。就是代码呢，你千万不要让他去写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昨天啊去参加他们那个疯狂星期四，就我这是第3次去参加了啊。然后人家就是有一个人说，你看，给你看看我们做的东西。一上来说，你看我给你模仿一个 YouTube。我说你模仿个 YouTube 有什么用呢？对吧？我不可能自己做个 YouTube 去跟 YouTube 竞争去啊。我为什么要做这东西？对吧？很多的用 AI 做类似这种功能的或者这种应用的小团队，压根儿就没有找到正确的用户需求啊！上来说我给你模仿个 YouTube，很开心。爬虫用代理啊，这个就是多整几个网站啊，服务器啊，就是去爬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波兰人的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之前游戏有一个朋友啊，十多岁和自己老爸造了间木屋啊，这个对波兰就没有那么了解啊。OpenAI 里面好像有6个波兰人，你可以看看里边有多少中国人。我觉得 OpenAI 里边大概波兰人跟犹太人啊，不是波兰人，就是中国人跟犹太人是比较多的。三亚除了俄罗斯，没有任何其他西方人啊，看来是要脱钩了，这就真不知道了。写代码要把任务分解到功能点，功能点组合模块，模块组成应用啊，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啊，这个不知道你在想说什么啊？像我们以前写程序呢，有时候是这么干的啊，但是通常这个都是有点脱裤子放屁了。我只知道开封菜的疯狂星期四啊，他们是一帮做 web coding 的人，每个礼拜四会在北京找一个地方去聚集一下。啊，我以后反正如果有空，我还会溜过去啊，因为老在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菜单没有英语，只有俄语啊，这个真，哎，我在三亚我是看到过英语菜单的呀。我感觉现在的电商生态也在滋生类似短视频的形态，并逐渐渐成气候。现在都在做，抖音啊在做电商，这个拼多多在做短视频，大家都在做。波兰只知道波兰蠢驴啊，这个我也知道。很早以前有个这个特别扯的电影叫《波拉来美国》，虚构了一个从好像哈萨克斯坦来美国的土老帽的故事。美国人都以为演员说的是哈萨克斯坦语，啊，实际上他全程说的是希伯来语。这个全场调侃美国观众，这个我就不知道，没看过了啊。最近不在讲那什么嘛，说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啊给大家的 IP 地址都公开了，你是在哪儿登录的，然后用的这个产品啊，这个 Twitter 的 APP 是在哪儿下载的，然后后来发现美国的一些情报部门他们的 IP 地址和他们的 APP 都是在以色列来的，啊，最近大家也很开心啊，说这个一下就暴露了。三亚本来就没多少白人啊，只不过现在多了俄罗斯人。三亚反正白人不多，因为在东南亚这种海边度假，三亚是很贵的，它要比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啊都要贵，它可能也就是比新加坡便宜啊，其他地方都比它贵啊，其他地方都比它便宜啊，所以你说有钱出来度假，何必来跑三亚呢？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他在美国买不了外邮期。用了 AI 之后啊，我这个老程序员的效率增加几十倍啊，确实是如此。我现在用 AI 也是觉得写程序的效率快得一塌糊涂。我感觉也是这样啊。如果写太长，功能太多，测试的时候会
很难理解问题在哪儿。这种就用那个 SpicyKit 呀，在那个专门不是在会员视频里讲过一次这个东西吗？它会自动做测试的。但是我后来使了几次以后就放弃了，因为那东西实在太重了。几年不写 code 啊，看着就头疼啊。这个东西你现在扔给 AI 让它去替你写，还是很爽的。欧洲的塞浦路斯我也很熟悉啊，到处都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哎，塞浦路斯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啊？这个地理不太好。在抖音上，我最近看到一个，也是一个妈妈吧，在塞浦路斯还是在哪儿去，天天录视频，说别人这个欧洲人的各种什么，骨头啊，什么这种猪蹄儿啊，很多内脏啊都是不吃的啊，然后他就可以免费的从人家的肉店里把它领走，啊，领完了以后呢，做各种中国美食给大家吃，啊，这个反正还是有一点小播放量的吧。我们这里汽油不贵，所以开油车没所谓啊。我主要是一年只开8个月，而且就是接送孩子和买买菜。等你过一段时间就直接使用，这个叫什么 Robotaxi 了啊，就以后可能送孩子直接把孩子送车上，你就不用上去了。三亚旅游成本太高了，很多美国人喜欢去泰国，便宜玩的野啊。我认识的几个经常跑东南亚的老哥啊，就经常抱怨，本来那边不要小费的都被美国人带坏了啊。是，美国人是喜欢走到哪儿塞小费。塞浦路斯城市利马索，俄国人大概有30%啊。塞浦路斯看来是个国家呀。以前干不过来的大功能，现在一下就搞定了，但是里头会给你埋好多坑啊，这个一定要小心。塞浦路斯是一个国家啊，里边有6个城市，好吧？那个我看到有点夸大了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买肉的那个哈。多个功能交织，AI 就会开始打地鼠。对的，就是解决完 A，然后造成 B 的错误，解决完 B，然后又把 A 改错了啊，这个是这个 AI 经常干的活儿。我在那边买房啊，经常去，波兰人去塞浦路斯的很多，有6个城市直航，啊，这挺好的。美国人的消费哲学是这样的，他们当时慈善捐款了啊，至少服务生是这个勤恳工作的，比捐教堂许愿更实在，他们就天天捐钱啊，这个好吧？我感觉三亚现在便宜多了啊，跟泰国差不多啊，设施多了。这个我觉得三亚还是不行，但是三亚周边的一些小城市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在海南岛上，三亚周边一点点的城市，对吧？他们有好多这种就是房地产开发的这种半半拉拉的这种城市，那个确实是很便宜的。但是呢，那种城市的配套设施很差，啊，吃饭呀、外卖呀、医疗啊都不行。很多中国人在塞浦路斯买房移民啊，投资小孩教育，我现在已经没有小孩教育的需求了。FSD 啊，你要 FSD，我要 Finger01在家里刷碗，刷碗你还是用洗碗机吧。FSD 确实是很棒的啊。AI 写的项目啊，经不起认真测试，能跑通就烧高香了。用 SpicyKit 是可以有完整的测试的。塞浦路斯还是很美的啊，非常安全，适合度假啊。这我还这个名字老听说，真不知道在哪儿。要不是老程序员呢，你的方案合理，AI 做的就快，是这样的。就是老程序员向 AI 提的这个要求，通常来说会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三亚那边城市的房子很多是东北人买了啊，买了反正也亏了。塞浦路斯南部是希腊人啊，北部是土耳其人。中国人去北边的这个塞浦路斯不需要签证，
南部属于欧盟啊？它这一个国家还分2块吗？这么奇葩。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然后周末的话，我看看是不是去找土拨鼠录一期节目去啊？然后另外呢，这个本周的会员休息一下，现在会员基本上只能保证每2周更一次了啊。这个是要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周末我准备去看《疯狂动物城2》啊，这个我还是比较期待的。塞浦路斯地中海城市，离以色列和土耳其很远。哦，这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是在海岛上吗？我要 Finger01在我家里用我的洗碗机刷碗。这个还可以啊。看了一下富盛的 X，怎么一股营销号的味道？应该是有市场部的人在管吧。1970年代土耳其入侵的结果，中间隔着英军哦。那看来这个国家还是一国两制了。不仅带坏了小费文化，还推高了服务价格。美国男人太喜欢多给钱了。哎，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巴厘岛还是不错的，巴厘岛还有像泰国，我估计像普吉岛啊什么的，美国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清迈我觉得还可以。好吧，差不多就到这里啊。我们今天早些结束，人少嘛，就少聊一会儿。好，大家周末愉快，再见。还有人呢，抖音除了云服务不做，其他都做。这几天又发布了他们自己的输入法，要抄搜狗的家了。谁说抖音不做云服务的？我用的火山云就是抖音的。我不是程序员，搞不懂程序员对于黑乎乎的屏幕，程序员都喜欢黑屏幕啊，以为这个省眼睛。辛苦了大家，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